我们来到宜兰县的七兰山，这里保存了台湾最古老的森林。这里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原始块木林，许多上千年的块木恣意生长出奇特的样貌。这些块木在冰河时期曾经广泛分布世界各地，如今块木林只生长在北美、日本以及台湾。究竟台湾提供了什么样独特的环境，让块木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千万年呢？东华大学的赖怡玲博士在七兰山研究块木已经11年了，他为几百株的块木小苗绑上识别号码，每个月观察并记录它们生长的情况。11年来，他看到有些小苗只长了1公分，有些却长了10公分。为了了解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些小苗的生长差异，他进一步用鱼眼镜头拍摄小苗头顶上的天空，再计算小苗在这里可以获得多少阳光，试图找出块木生长和日照之间的关系。它的生长都需要光线，但是太多的光反而抑制了它的生长，对它是不好的。所以在这里个地方，云雾的发生反而对它提供了一个保护的环境。所以说，我想这是为什么块木只在我们台湾的雾林带的这个原因，这样子。我们眼中虚无缥缈的云雾，对块木来说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保护伞。当云雾弥漫在这片森林的时候，遮蔽的阳光量可以高达90%。但是日照量低也会让块木生长缓慢。一棵块木的树干要长到直径50公分，就需要400年的悠悠岁月。台湾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四面环海，海洋所吹拂而来的潮湿空气，沿着高耸的山脉上升，逐渐凝结而成这些终年缭绕的云雾。这些云雾带又被称为生物避难所，因为1万年前的冰河期来临，造成大量物种灭绝，云雾带提供了温度、湿度稳定的环境，为台湾保存了许多像块木一样的古老生物。张世杰，东华大学自然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副教授，也是赖怡玲在七兰山的研究伙伴。张世杰5年前开始来到七兰山研究块木的生态体系，因为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所念的植物生态学都是国外森林的研究案例，因此他下定决心要来认识台湾的森林。张世杰从最基础的资料搜集开始做起，他在块木林里搭建一个高塔，装置了各种气象的仪器，长期记录温度、湿度、光亮跟二氧化碳浓度的资料，
希望能够发现块木跟云雾之间的神秘关联。云雾很明显的在这个森林是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云雾它会带进来养分，带进来水分那到底带进来多少养分，我们必须要做化学分析才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收集器，帮助我们把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些云雾的小颗粒把它收集下来，就有助于我们去了解云雾到底在这个森林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张世杰、赖怡玲和东华大学的研究生们，每2个礼拜来到奇兰山，将所搜集到的资料跟雾水做进一步的分析。5年下来，他们已经来了150趟。最后，他们发现，云雾提供给块木生长的养分，居然是雨水的10倍。块木长在雾林带哦，没想到它竟然还可以从雾里面去吸收养分，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有点像特异功能。下一次你看到雾飘过来的时候，你再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冷冷的、湿湿的东西。我们说的比较通俗，这是一块肉，一块肉飘过来，你感觉应该很特别吧？对对对。七兰山是台湾山区雨量最丰富、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年雨量高达4000公厘，一年只有3天不起雾，雨水跟云雾不断交替循环，有时甚至分不清是下雨还是起雾。整座森林到处都滴着水，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湖里打捞上来的样子。这些云雾吹拂在树上而留下的水量，就可达到300公厘。云雾森林里面的树干、叶子，乃至于蕨类，每一处都盛满了晶莹剔透的水珠。所有的植物都在尽情地吸收雾水所带来的养分。这种奇特的景象，正是靠台湾独特的区域气候跟植物所共同交织而成的。所以我想那个大自然真的非常非常有趣，非常分。你钻进去、跳进去，你就像小孩在玩什么积木或什么，你玩不完，你乐此不疲，而且你不觉得时光飞逝，你不觉得自己老，所以你慢慢就也会心里想说啊，我很愿意一辈子待在这里去，再更了解它这样。赖怡玲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发现云雾跟块木之间的神秘互动。现在他规划更长期的研究计划，希望能够了解云雾森林对于台湾整体环境的贡献。赖怡玲爬上10几公尺的高塔，就在块木的树梢旁进行新的研究。他用仪器测量每片叶子光合作用的能力，累积大量的资料之后，进而推算整片森林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暖化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漫长的研究之路，但是赖怡玲认为，或许我们将会发现这片森林的价值超乎我们过去的想象。这10年，大家开始去评估它提供的干净的空气，这个价值多少钱？干净的水价值多少钱？其实是那价值非常非常的高，甚至可以
跟你一整个国家的那个总国民生产毛额不相上下。也就是说，这些生态系统，他们在背后生产的跟你一样多的东西，我们是依赖于自然界的这个生态系统。直到今天，赖依林仍然持续记录快木小苗的生长情形。虽然他知道他的生命对于这些千年的森林来说只是一朵小花般的过客，但是他希望透过他的研究，可以告诉更多人关于快木跟云雾之间的美丽故事。或许我们对于这个被称为福尔摩沙的美丽岛屿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其实我在这10年来，大概我想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里。对，那我甚至在这里过年，然后跟这种有甚至超过1000岁以上的树一起呼吸这里的空气，然后这里的阳光，我一直有一种很大的感觉，就是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特殊的一个岛屿。除了雾云带以外，我们有高山、海洋，我们有红树林，我们有热带雨林，我们这么幸福。对对对，这是我一直觉得很庆幸生长在台湾的一点。有人认为台湾很小，也有人发现台湾好大，因为台湾光是单位面积里的植物种类就是世界的60倍。这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岛屿，持续不停的造山运动，创造出多彩多姿的地理景观以及丰富的生态环境。台湾深得造物主的宠爱，在大自然精心的安排下，才能塑造出如此精致、多样、动态十足的美丽之岛。